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嘉玲张医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整形外科翁日升医师。很多女士小姐呢，听到整形外科4个字，哇，都非常兴奋，觉得我开始要变美了。不过各位可要等一下，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，皮肤的整形比较有关系，因为这一下讨论的内容都是在医院里面的实习。在医院里面，我们常碰到什么？就是各种皮肤的烧伤、手术或是肿瘤的切除之后，需要做一个植皮。所以我们今天定的题目叫做皮肤的植皮手术，你需要注意的大小事情。这些事情其实是很多家属他所关心的。在病人做完这些手术之后，他所面临的很多的照护问题，常常困扰着我们的家属很多细节的问题。今天我们就很荣幸请到翁医师到我们现场来。翁医师跟我也是非常熟的好朋友。首先我请问一下翁医师，什么时候我们会需要用到植皮手术？这个植皮手术在整形外科来说是一个还蛮常见的手术。当然，一般有伤口，第一个会想到是说，能不能直接把伤口缝起来？那如果伤口它的组织的张力还够的话呢，并没有组织上的缺损，一般会选择先把伤口清干净，然后再把皮肤做一个直接的缝合。不过很不幸的，常常有时候呢，就是在受伤的当下，不管它是有皮肤的缺损或者是它这个伤口太久了，所以这个伤口它的皮肤会收缩，导致这个伤口呢，它没有办法用直接的缝合。就是我们就会先考虑这个病人能不能先用植皮。所以不是每件事情都尽如人意。所以植皮，你说伤口没有很完美，所以我们就要拿别的地方的皮肤来直到这里，让它重新长出这个。那再来，我就想请问翁医师，就是说植皮之后，我们常常到许多整形外科医师在植皮这方面做得很仔细，但是是不是事后照顾也是非常的重要？是的，没错。这其实植皮手术在整形外科算是一个非常快的手术啦，基本上它可以算是一个小手术而已。小手术而已。对，我们只需要取病人身上，不管是大腿肚子或者是小腿的地方，只要有皮的地方都可以拿来做取皮，然后再补到我们需要植皮的地方。不过这个植皮你在取下来之后呢，要把它放到我们的伤口上面呢，它需要有一段时间去跟我们原来的伤口让它长就是了。对。所以在它完全愈合好的这段时间是，不管病人他是在医院或是回家，都需要一个小心的照顾，以免让这个皮肤呢，它去做万一有一个滑脱，就会导致伤口愈合照顾好。对，所以我常常碰到病人做完这些植皮之后，回家之后呢，在医院当然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回家之后，很多家属他没有一些无菌观念，所以是不是说回家之后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伤口的感染？还是有些什么其他的问题，除了感染之外？一般比较常见就是伤口它植皮的地方跟我们伤口愈合比较不好，所以一般我会就是跟病人会教说，你在做完植皮手术呢，要有3到7天的一个固定的时间。如果它是在小腿呢，或者是手上或者是脚上，我们会帮病人打一个石膏，去帮助他伤口呢做一个固定。就是不要动就是了。对。为什么不能动呢？动会有什么不好的？因为如果手或是脚去做一个活动，关节有一个张力可能会导致这个长不好。对。它就长不好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照顾非常重要。我想请教翁医师，关于我们植皮分成薄的植皮跟厚的植皮，那么薄的植皮跟厚的植皮它各有什么不同？应用在什么不同的这种适应症？请翁医师跟大家解释一下。刚才讲 STSG 跟 FTSG， 它的厚薄，第一个是厚薄上会有差异，第二个就是它在愈合之后呢，第一个是外观上也会有差异。如果是比较厚的 FTSG 呢，它的皮肤会比较接近我们正常皮肤，所以它外观会比较好看。那第二个呢，如果是 STSG 的话呢，它的皮肤会比较容易收缩，
所以因为它比较薄的关系，容易收缩。皮肤会收缩，所以它如果是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关节的地方呢，可能会影响之后的活动的功能。关节是要用薄的还是厚的？厚的。厚的。脸上也用厚的。脸上跟关节对。那其他地方就是用薄的。对。其他比较不动的地方就用薄的。对。好，所以各位有大面积的用薄的。对，像是烧烫伤啊、大面积的，就是用SGS。哦，所以这个观念呢非常重要。很多观众啊，到自己植皮，但是不晓得自己植的是什么样的皮，为什么要取那么厚、取那么薄的？它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重点啊，这个因素在里面，所以这个非常的一个观念的澄清啊，跟各位观众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叙述。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温医师，就是说，万一伤口碰到感染的话，我们刚开始是用一些人工皮去做一个敷料的照顾。如果说家属回到家里，人工皮发生感染，还需要继续用人工皮吗？还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处理？基本上这个人工皮呢，它是比较适用于一些比较浅层而且比较干净的伤口，包括这个伤口它的渗液不能太多，所以如果是浅层渗液少。浅层渗液又少，渗液少的伤口会比较适合人工皮。对，那刚刚提到，如果它是已经感染的伤口，它又有渗液啊，甚至有一些红肿的话呢，就比较不适合用人工皮，因为人工皮它会把一些脏的东西啊，把它积在里面，可能会造成这个伤口它感染更严重。你家属在照顾病人的时候，看到人工皮上面出现很多血渍或是一些透出来黑黑棕棕色的东西，你就要注意那可有感染，尤其是碰到闻到有异味的时候啊，通常我们会闻到一些像绿脓杆菌，我不知道那个味道怎么形容啊，绿脓杆菌那个脏脏臭臭的味道，那个就是伤口有感染，好像类似有点大便，但是不像那么臭的味道，所以这时候温医师的意思就是说，千万就不要用人工皮。那如果不用人工皮，我们用什么呢？一般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种敷料，那如果是我现在比较常用的是一种含银离子的敷料，因为银离子它现在是还蛮普遍使用的。它的好处是这个敷料它可以吸收一些渗液，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一些组织液啊，或者是一些细菌感染的一些脓的这些渗。那第二个是含银离子，银离子它可以杀菌，银离子非常好的杀菌剂，所以它一方面可以帮助这个伤口保持干燥，一方面又可以杀菌。那如果是银离子的药膏呢？温医师你用的经验如何？药膏也是一个蛮常使用，那它的好处就是比较适合用在渗液很多的伤口。刚刚讲，如果它的渗液是只有少部分，那可能就比较适合用敷料。用敷料，因为它可以吸附渗液，你只要大概3天甚至7天更换一次。不用每天换药，3天到7天。对。那如果渗液很多呢，就比较适合用药膏，含银离子的这种白色的药膏。对，因为渗液多的话，如果你用敷料，你每2、3天，即使3天再把它拉起来，那个皮，病人就觉得非常的痛啊。所以如果是渗液很多呢，温医师建议我们用药膏敷料来做一个照顾跟保养。那我就有个经验啊，就是传统的纱布啊比较粘伤口。如果渗液太多，然后隔天又干掉的话，拔起来哇，那病人痛得哇叫，痛得可能下床会打人。后来呢，家属换了不织布的纱布之后呢，他觉得渗出来的，他一撕开就没有那么痛了，病人开始脸上就会嘻嘻的笑，不错，蛮好的。那么我们如果再加上优碘，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那你消毒的外面又有2种哦，优碘跟那个白药水有什么不同？就是一般的传统优碘跟我白优碘有什么不一样？现在是比较少用白优碘。如果伤口它是一个感染性的比较脏的伤口，我还是会用优碘去做一个消毒。或如果伤口它是一个比较干净的，就是伤口还没有愈合好，它只是下面是一个红润的没有感染的伤口，一般就是用食盐水来清洁，然后再做一个伤口的照顾就可以。白优碘它里面有麻药，还有那个止痛药，还有消毒剂。还有止痒的，它是一个混合。我觉得消毒力大概是没有优碘那么强，但是加上它有麻药，家属用了以后觉得比较不痛，就比较不痛，病人感觉比较舒服这样。但是传统上我们在开刀房里面呢，还是以优碘跟酒精消毒。那当然开放性伤口我们就不用酒精，还是以优碘为主。所以温医师又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优碘的消毒力更优于白药水的消毒力，所以我们还是以如果伤口都很干净的话，甚至于我们优碘都不要用，还是用食
生理时间点去消毒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到其实国外我们以前在老师上课的时候，国外的老师都会教我们说，在国外他们其实伤口不吃抗生素，也不做任何其他针的消毒，他们比较重视自己本身的免疫力。台湾人或中国人其实身体并不感觉自己身体那么好啊，医生也没有什么把握说我不用抗生素给你，或是不用消毒完全优点，我们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。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还是要做好完备的消毒啊，尤其是家属一定要戴好手套，做好无菌观念。那么这些无菌观念呢，如果你都还不懂的话，你就要在病人住院的时候好好去请教你的主治医师啊，让主治医师跟护士把你的一些无菌观念彻底的学好，你回去才不会有一些头痛，或是这种感染，或是说皮肤长不好的问题，又要舟车劳顿啊，又要回来医院找医生看诊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照护的问题，包括敷料的问题啊，也要包括消毒液的问题啊，这些还有包括这个人工皮的问题，这优点跟缺点有做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详细的解释。所以我想，如果今天我们在植皮方面，翁医师，你还有没有关于植皮这方面照顾，或是您所需要跟观众做一个叮咛或交代重要的一个小叮咛？就像刚刚说的，其实植皮手术是一个小手术，但我会跟病人说，做完手术只是成功的一半而已，那剩下的一半就是包括病人啊，还有照顾上的问题，就会需要特别注意伤口啊，要每天换药，然后呢就是尽量保持让患肢固定的姿势，注意这个伤口。所以患肢就是不能一直动，让它有一个生长的机会。好，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有什么样整形方面的困扰，或者都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，我们黄衣秀专门解决你的疑难杂症。你也可以在我们底下留言，或是到辅大医院整形外科找翁日升，翁大国手哦，他的手非常巧，他的技术非常好，病人非常多啊，所以他会给你非常好的建议与照顾。尤其是我跟翁医师认识这么久，他的人非常 nice， 而且非常客气，很亲切，我从来没看他生气过。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医生的一个特质。针对癌症以及所有以前神经退化性的疾病，比如说中风、阿兹海默症、帕金森氏症、小脑萎缩症以及脊髓损伤症，这些过去已经没有办法突破瓶颈的疾病，未来我们都建议把希望寄托在干细胞身上。因此，基于这几个考量，卫福部在107年的9月6号，也就是2年多以前，公告了特管办法，里面的附表3有6大项，我们可以施做的，包括免疫细胞治疗癌症，以及干细胞自体的干细胞治疗所谓的皮肤缺损，以及所谓神经退化性疾病，这些都是已经合法可以在医疗院所使用。那么这些细胞的施作、来源、好处坏处，谁可以做，谁不能做，怎么做，做了以后什么副作用，做多久，这些都是里面的细节问题。刚好张医师对这个细节问题有很深入的兴趣，如果各位观众你对这些细节也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讨论，请你在我们底下留言你想知道的干细胞、免疫细胞，为什么他们治疗癌症，为什么他们治疗以前无法治疗的神经退化性疾病，像中风、阿兹海默症、小脑萎缩症以及脊髓损伤，这些神经破坏已经没有办法恢复的疾病，现在的新希望。如果你对这个话题也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如何打，什么人可以打，什么人不能打，要打多久，哪里打，怎么打，剂量怎么样，有什么副作用，打了以后怎么样，会有什么，这些相关的问题，我们可以给你很多最新的医疗资讯。欢迎你留言加入我们的讨论，我们能够用全力来帮助你解决你的疑难杂症，帮助你解决很多很久很长期困扰你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。希望你到我们加入我们的粉丝团，成为我们的狂医秀狂粉的一份子，这样你当可以得到很多新的知识跟资讯。谢谢各位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继续收看我们节目。
我们下一集会跟翁医师再跟各位女生、各位侍女、各位小姐讲比较你们所关心的题目，就是爱美的整形这些有关的题目，有非常好的新技术要介绍给各位，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很重要的，拿起你的右手，在你的荧幕右下方一个红色的订阅按下去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开启你的小铃铛，按赞，把我们的频道分享给你的好朋友。你也可以在我们底下留言，你有什么样的疑难杂症需要我们医师团队做你解释，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的，都可以在我们的底下留言。